没有空调、没有音响的福特老爷车，却一直受到了广大车友的喜欢，甚至愿意花高价钱定制这辆1937年款的福特跑车。而眼前这辆就是李克定制回来的。他一直有着驾驶这台车的梦想，可没想到在开的过程中有很多地方都不太适合自己，所以就找到了比尔来帮忙，希望比尔能将车门改回原车的把手，这样就当车子没电时也能进入车内。再者就是后面的挂牌照的地方，这个设计让李克很是恼火，每当挂牌照都得躺在地上才能完成。他喜欢老鼠棒时代的老式风格，希望能把工厂外观的尾灯重新装上。现在这个 LED 的尾灯就像是在美丽的脸蛋上有一块疤一样，十分的难看。而当比尔打开车门时，给他的第一感觉就是里面太干净了，没有任何的修饰，失去了福特汽车的特点。再就是方向盘的造型，让他有种不舒服的感觉。可李克却说你喜欢就送给你。这个方向盘其实也是他的一大痛点，每当转弯时上面弯曲的地方都让他的拇指很是难受，这让比尔也认为这是定制车辆没有考虑到的地方。所以他给出了自己的改进想法，对车子的内部做一些小小的改动，重新唤醒这辆经典的老车。知道了车主的具体要求后，比尔就将车子带回了车厂。他们决定先从车子的尾部开始入手，给车子安装一个复古风格的尾灯。员工要先在上面钻一个和车灯大小的洞，这个工作最困难的就是让尾灯的尾部进入车内，灯头还不能离车体太远，这就考验到师傅的经验和手法了。每一步都要计算的精准，不能有任何失误的情况发生。师傅利用角磨机对表面进行一番打磨，并且把车灯上的漆面也打磨掉，这样能使车灯和车体有着更好的附着力。接着师傅就用胶带简单的固定了一下车灯的位置，并且制作了一个临时的工具来测量一下车灯两边是否保持一致，并保证它们是水平和垂直的。等彻底的测量好后，就给上面打上了专用的胶水来固定，然后经过员工的一番打磨后，就给上面铺了一层层的玻璃纤维，这样能更好的固定住车灯，还能弥补好车灯边缘的漏洞。等 LED 灯的孔洞也被填补好后，就给上面挂上了一层腻子并打磨，这样车尾的部分就修复完成了。接下来就是给车子安装把手了。比尔选择一款内嵌式的车把手，这样不仅能起到车主说的作用，还能保持原来车门的平整。其实这个安装的工作对他们来说十分的简单，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在切割时保护好周围的漆面，如果切下来的碎渣棒的到处都是，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将会十分的麻烦。等师傅将把手安装好后，就来到了车子的内部，将里面的仪表盘拆解了下来。他们要在上面制作一个新的装饰，利用卡尺测量好尺寸后，将数据输入电脑，并将机床上的铝板涂满了润滑油，这样机器就可以雕刻出想要的图形了。而且雕刻只有一次机会，这样一块铝板没有让你填补的可能。等雕刻完成后，师傅就用曲线锯将其切割下来，并对周边进行细心的打磨。这真的不得不说人巧不如家伙妙啊！现在大部分的工作都用上了自动化，不仅雕刻的又快又省事，还没有一点误差，想要什么样的内饰都可以轻易的做出来。接下来就是给车子喷漆了，这一步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漆面的调制，要想让新漆和原来的漆面在阳光下看不出色差，这就得看师傅的技术了。一般这样的补漆都会将周围的套件都喷一遍，像这个师傅这样只喷一点也算是艺高人胆大了。可师傅却说自己有着他的规则，对自己的喷漆手法也非常的自信。等车子彻底被喷好后，接下来就到了收尾的阶段，他们将制作好的套件都一一的安装上去，并且还给车子安装了一个滑动的车牌支架。当车主看到车子时非常的激动，虽然我们看不出来有什么大的改变，但对一个资深的老粉丝来说，将古老的经典完善完美那是多么的重要。在80年代时他就尝试重建过这辆车，可最后因为各种原因搁浅了。现如今看到比尔将车子改成了他想要的样子，此时他的心情已经溢于言表，对比尔每一处的改动都非常的满意，瞬间让李克回到了那个热火的少年。